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把这些人给弄走了，那会让人寒了心的。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就会非常难了。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，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，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，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，有口皆碑，经久不衰。卖都卖不出去了，还这么穷讲究？说什么屁话呢？这2年不好，可日子还长着呢嘛。这2年的事不解决，那未来只会更完蛋。爸，你看，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？我妈也说，就事论事，咱对事咱不对人。你说，现在就撤火，啊，停工2年，这人都跑了，我也老了，你能替我？这个宣纸啊，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。那么多好东西，我要是拍个小视频，绝对会火。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，你带上我。108道工序呢。别点了，那直播间1个人都没有，你点了上万个赞，一看就不正常。谁说的？我这刚才还有1个人呢。刚才那个人是我。徐阿姨跟我说，比赛后的影响，宣家现在挺难的。你哪天去宣家啊，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，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。可以呀，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？包我身上了。是一个好的宣纸。都不看看几点了，还在那儿晃悠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现在工资发不出，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。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？打了。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，你明天去问问他，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？说了，人家说行，尽量早点给办。嗯？你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早不说呢？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？我就想让你着急。我怎么不着急哦？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。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。那当然，在这个家里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，都是靠你担着，靠你扛着。哼，知道就好。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，就是宣言。哎呀，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着急呀？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。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。现在？啊？对，就现在。快点！二爸，这大半夜的，就翻什么面了？不能明天早上说啊。就是。哎呦，不是什么大事吧？不知道啊。快，等你呢。爸。好，你坐着。你们爷儿俩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就事儿论事儿，别带情绪啊。你
呢也不小了，自己将来要干什么，怎么干，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。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一猜呀，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。哎，爸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？我不招惹您，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是吧？事实证明，咱俩相处的挺好的。现在家里呀，遇到了困难，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这话没有错吧？也不全对，这厂子啊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。说实话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想参与。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。那又不是皇位，您非传他干嘛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老子说一遍。好话不说第二遍。你这样，你明天到晒场去。不是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去那儿，我能干嘛呀？因为晒场积压了很多的坛皮，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，人家年纪又大了，又干不了什么，而且现在雇人，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蓼皮，这样在材料方面，不就省了一大块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爸，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，只值1个月3、4千块钱。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？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？我给你算过啊，比在家强。你在家躺平，一文不值。我那不叫躺平，你那不叫躺平，叫什么？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，这有用吗？什么玩具？什么玩具？当然有用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。上回我把那个小本也给你看了，去年拍卖的时候，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，你怎么都忘了呢？说到这儿呢，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，就是做生意啊，要讲究本分，要诚信经营。1到6尺的净皮宣，才卖2000块，你那个小本儿啊，才巴掌大，也要卖2000块钱，这合适吗？买卖，有买有卖，对吧？人家有需求，我来提供，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。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？诚信经营啊！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。摸着良心，摸着良心。哎，算了，不聊了啊，爸，不聊了，不吵了。妈，你也别跟我爸讲了，你也讲不通，也讲不明白，对吧？这么晚了，赶紧睡吧，都注意点身体。哎呦，别，儿子，来，坐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理他，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跟妈说，妈支持你。等你干出个名堂了，咱给他看看啊。他不是还病着呢吗？爸，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晒场，随了你的愿。云波，哎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说的好听，你发配就发配，还来看我来了。云波啊，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？行了，你呀，你想吃吃，想睡睡啊。这儿呢，
没有别人，就咱俩啊。等你爹气儿消了，赶紧回去，该玩就玩啊。不是。哎呀，林伯，你慢点啊，你慢点下来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慢一点啊。哎，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嘞？给您拍照啊！别拍我干啥呀？啊，好看。啥好看？林伯老喽，我这张脸你拍出来，没人看。太帅了啊！太帅了！我的妈呀！林伯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，那叫帅啊！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。林伯，啊，再摆2个 pose。来，我就给你造一下型。好，行吧？哎呦，可以吧？太漂亮了！林伯，忙活什么呢？这不你来了吗？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！别忙活了，别干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有送餐的。送餐啊，外卖啊！外卖？你别干了啊！哎，这，外卖。哎，辛苦啊！哎，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，没吃上我做的饭，反倒还请上我了。孝敬林伯，天经地义。林伯，您在这儿干着又苦又累的活是吧？啊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替我们宣家守着这晒场。我不孝敬您，我孝敬谁呀？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！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，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，你爹也如此，到了你这儿还这样，一定能成事。林伯，饭不够的话，这还有啊。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，陪您喝一个。来。我瞅瞅，哎呦，这瓶装的好酒就是香啊！喜欢就行。林伯，问您个事儿啊。我爸妈这1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？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，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。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，这活又苦又累的，就给您这么点钱，这也太少了吧？那这么着，什么时候你接了班，你给我涨工资？甭等到我接班，林伯，咱俩现在就合作。我不仅给您涨工资，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。真有这好事啊？当然有了。这样啊，明天开始，您就听我安排。听你的。来。张豆，师傅，这是？您不认得了？我当然认识。来，吃吧。
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炖锅嘛。对呀，我给弄下来了。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。师傅，我呢是想跟您商量，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堆行不行？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，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堆好。有区别吗？用了这个老堆窝，就能感受到老祖宗做纸的那份心，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，真正的古法呀。行，想用你就用吧。好嘞，师傅。早点休息。哎，我把它弄干净，我就回去。师傅慢走。好。谢谢师傅。宣家宣纸厂，阿姨，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啊，它没有王感。王感啊，我给您改一个啊。最美宣纸厂老板娘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这么写啊！怎么不行啊，阿姨？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？是啊。对呀，那您不美吗？我那年轻，哎，那也不能这么写啊！真的不能这么写，咱就得这么写。哎呦，这，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：千年宣纸，流传千年啊。其实吧，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。我给您加工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看看，皇帝用的纸。哎，这个说对了啊。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。啊，没错。说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说谎话。宣叔叔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。放心吧，宣叔叔，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。来，您坐这儿，我是有依据的写。林依然，你坐，我就坐这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理他。你要是没事了，你就去休息啊。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，你看你说三道四。哎呀，说别人家我不管，说到宣家的事儿，那不行。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。是不一样。鸭子死了，嘴硬。桃子，你简介上再加一句，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，只做正宗宣纸。好，你看，人家林依然说话他就靠谱。李建飞，只要说到纸，他看得比天都大，腰都成了那样了，还想着捞纸呢。这宣言不帮忙啊？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。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，能干那么重的活啊？这有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张度，多晚了，他还在干活，那张度活就不重啊。哎呦，我没说张度不好啊，那人跟人不一样。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、有想法的人，你就应该尊重他嘛。哎呀，好了，叔叔阿姨，咱不吵了啊。那既然宣言都过去了，就让他锻炼锻炼，对吧？哎呦，林姑娘，你可不知道，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。有点苦算什么呀？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，那算少吗？年轻人吃苦，那是福气。我也觉得年轻人啊，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。对，我们吃点苦。好了，阿姨，来继续改，继续改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林伯，林伯，哎，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儿。哦，动作慢一点，太结实了，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！把肌肉给绷紧了。
肌肉，肌肉，挑着担子要有肌肉，这样的质感才够强。肌肉拍出来质感好。哎，对，你看他好，他这个腿迈得好。行吧，几位来摄影的？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，你这怎么还收费啊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100年晒场。你们站在那顶上，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，啪一出片儿，你站在中间，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？行吧，180一场。啊，日场180，早场288，还有黄昏场388。还有这么分的呀？哎呦，是内行人，咱就不说外行话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，都抢着出片呢。要不这样吧，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，8折的基础上，在3大社交平台发1条视频图文，再减20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可以，要不然就这样吧。林博，啊，这场结束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好，哎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手上活都放下，休息了，咱们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坐。累不累？哎，还好了，还好啊，比以前轻巧多了啊。来，尝尝这个，来，尝尝，好吃不？我的妈呀，好吃，好吃！哎，他们山上那些人呢，说陪着我，在上面晒着太阳，图啥呀？图出个图。嗯，林博，我算了一下啊，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。我的个妈呀！多少？3888。这么多呀？多吗？我预估了一下，我1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，2个月就能翻番，你信不信？20万。林博，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。不行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个都不要那么多，太多了，太多。收着。我说了，给您涨工资，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。哎，你是个好孩子呀，好孩子呀。不行，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咋了？那上面的活谁干啊？您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，陈总啊，人都安排好了，10个人，1个人1天200，保证今天干完。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，一会儿呢，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。好嘞，辛苦了啊！哎，你是说他们干？哎呀，行啊，你脑瓜子灵光，可是比你爸强多了。我爸他就是死脑筋，只认他那死理儿。宁博，咱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怎么赚钱不是赚的，对吗？那非得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，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，挣点大钱。你爸呀，你爸是做人做事，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，没错。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，要有这个条件，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？你说的也是啊。你说人，谁跟钱有仇呢？没错，是吧？不是，明白？这样咱们说好了啊。这件事情，咱们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，咱们就在这儿，哐哐的数钱。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？哦，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好。哎呀，痛快啊！好久没这么干了。廖主任啊，你可真厉害啊！我呀，
也是庄稼人出身，从小家里穷，8岁就下田了。哈哈哈。林然，哎，你过来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。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？纤维组织，有强度，出浆率高。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、山泉水，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！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，结果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啊！所以啊，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。哎呀，这个话说的没错，但是啊，不准确。来，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。对，给我们讲讲呗。好，那我就讲2句啊。同志们，宣纸啊，作为地理标志，保护产品，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，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、沙田稻草，在泾县范围内，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，才能称之为宣纸。好，说得好。同志们，咱们加把劲儿，把这一片干掉！好，加油！你说，你们都来帮我干活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……奶奶，你儿孙都不在身边，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，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。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。哎呀，想感谢还不容易啊！你们呀都会唱山歌，唱2句山歌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。好，好。叫声郎歌要听真，要听呀真。俺家住在邻里村，邻里村，屋后有棵大梨树，大梨树，园里有棵葡萄。今天感觉这个廖主任又不坏了。他不坏，是迂腐。迂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他都奔5的人了，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，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，一节一堆，担子真给他，他又拎不起来，哪个领导不头疼啊？哎，你等会儿。宣家晒场是不是在这福体山上啊？干嘛去啊？宣家用公司外贷款，宣言是股东之一，我得找他签个字。去看看也行，我还真想看看这纸2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。买点东西吧，算慰问一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？不是我，是他妈妈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你慢点啊。好。来，各位亲爱的烧友们注意一下啊！今天我们将举办晒场第1届摄影大赛，能够获得前3名的，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、季度、月度的会员卡，还有烧烤饮料、小啤酒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，记录美好时光。多少钱一位啊？呀，我们是会员制的，美女愿意出镜的话，可以免费。轩辕，依然给你买的。还给我带东西了。你这挺厉害呀，一转眼晒场变网红打卡点了。闲着没事搞点副业，喝点什么？果汁吧。你呢？都行。哎，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？不仅是摄影，还有舞蹈机构、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。下周中就安排了2天儿童的研习课，从砍檀树、剥檀皮到浆料晾晒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这家长啊，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，那报名都报疯了。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，情绪价值还拉满了，怎么想到的？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，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用会员制
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，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，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，提升客户粘性。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。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，我看啊，白担心。我有脑子，能想办法，我干嘛还要没苦硬吃，自讨苦吃？我这不有病吗？行了，讨的东西送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不是来找轩辕签字的吗？对，我把正事给报。对。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，你是股东，所以你需要签个字。免息贷款？我呢，承认你有才啊，我可能话说多了，但我还是想劝劝你。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，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。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觉得你有责任，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。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不是，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？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得吃饱饭吧。工人们月了就等着拿工资呢，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，少1分钱你试试看。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，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？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，你知道吗？弄不好啊，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。小林啊，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再跟我要。行，哦，阿姨，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。好好好，来，没事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轩家，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，不过呢，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只管干活，这工钱啊，绝不会少大伙儿1分钱的。哎，我有事儿啊，一直想说没说。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，要不然咱就歇2天。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，都能理解是吧？哎。能理解归能理解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，我都非常清楚。你比如说老胡和苏兰这2口子，他孩子上大学，那是要花销的。另外，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，这个贷款他晚1天都不行的。哎呀，我们没事，你不要担心我们。还有老叶，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，一家3口都想办法凑钱。给马杆要办彩礼，你说，这要没活干，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？怎么会喝西北风呢？我跟老胡我们2口子啊，到哪里都饿不死的。我跟老叶、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最近先找别的事干，能减点是一点呐。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，我们随时回来的。对，是啊，老轩，轩家什么时候需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呢？不管走到哪儿，都是轩家的人。对。你们说这些话，这让我心里哎，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。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？哎呦，轩师傅，你就不要硬挺着啦。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，该干活干活啊。还接着捞纸？嘿，你不捞纸，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。好。师娘，你们啊，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，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，不花什么钱。以后啊，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。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，不让我交学费，我已经是赚了。还有啊，我这儿有5万块钱，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。没事，不能要。您拿。你这傻孩子，收起来。你听我说啊，让你住在我们家，那我们愿意。你就好好的学手艺，你把纸做好了，你师傅比什么都高兴啊！听我的，收起来啊！能帮上点是点，师娘。不行，你记住了，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，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，你把它拿起来啊！师傅，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，
但是我相信，就大家一起扛一扛，这个坎肯定能过去。哎，这宣言挣那么多，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？桃子，宣言自己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？阿姨，您不知道，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，老林师傅当模特，那老挣钱了。什么卡？摄影、拍照、打卡，挣钱，还挣钱？笑一下，我拍一张。哎，好嘞，可以，这就是劳动人民，天哪，这个汗水。我的天哪，这小兔崽子！你还在这躺着？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先把这凳子放下，不是放下！你别，你听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你先别急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哎，爸，有话我要说。不是，哎，你下死手啊你！我打死你！你个狗！小张手，大张跑。哎，小张手，大张手，那才叫像。你不读书我不怪你。林主任，你打死我有用吗你？哎。老薛，别拍了，还拍了，打架不许拍！老薛，别真打，这样，老薛，别打呀！你别追住！哎，不是，打出来没有用。老薛，不敢真打呀，不敢真打，吓唬就行了。林波救我！哎呀，林波，别打，别真打，别人打。哎，老薛，吓唬就行了，不敢真，你来打我，要不？不是，我问你啊，爸，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你得把自己气着。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，那我挣钱为了谁啊？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？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，1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，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？放你狗屁！你把祖宗卖了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不是林博，你看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，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？我就问你，这钱赚到手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打死！哎呀，老薛，赖我，老薛，你真心，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。在他的心里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？在他的眼里，他只有钱。活儿我也干了呀，这批料我没晒吗？对啊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晒的皮料。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？我没告诉过你吗？2根不搭边，石头不见天儿。哟，见了鬼了！你还能记得住？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。你晒的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全都沤坏了。8个月之后，这全都是一堆废料。你还能晒出好皮料，造出好纸？你们看看老李，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，你看不见吗？别踩那上面。老李，他不懂啊，你是明白的噻。老薛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，108道，道道不能饶。可是在你呢，啊，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，把宣家的这个声誉，还有造纸人的良心，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。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，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，全部给我撤了。你要不听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别生气了，老薛，这事儿都赖我啊。
说的有道理，这事都怪林伯不好啊。没有，林伯，对不起啊，这事不怪您，怪我。别照了，还照呢？记住啊，这个1连水靠身，2连水破心。这手感呢，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。手感呢要多练，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。明白了，叶师傅。哟，手磨破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捞纸这个行当啊，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，这着急可不行啊。我来的晚，想要好就得多练了。哎，叶师傅，这手泡烂了，弄什么药好用啊？用什么药都不行，可林松试试。师傅，我看看。你这2天别下水了，他刚才说的对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歇2天就好了。谢谢师傅。哎呦，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？这么大岁数，腰又不好，让年轻人干呗。换个灯泡就习惯了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